幼儿园校车侧翻，我女儿跟老婆白月光的儿子同时被送往医院，医生老婆却在我女儿重伤垂危时，反而选择先救了她伤势较为轻的白月光子，导致我3岁的女儿因为耽误救治，在我怀里生生疼地咽了气。当我伤心欲问尹琴为什么不先救我们女儿时，尹琴却护住了她白月光的儿子，让我多点同情心。毕竟她白月光子从小就没有妈妈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女儿乘坐的幼儿园校车侧翻，已经导致1死20多名重伤。当我赶到时，医院里已经人满为患，到处都是人满为患。彤彤，彤彤，你在哪里？我慌了神，在 ICU 过道里。我焦急到处寻找我3岁的女儿，终于在过道找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女儿。她的腹部刺中一块有我手掌心的玻璃片。我看到她时，她的脸色已经很不好了。彤彤，爸爸来了，彤彤，你不要有事。我连忙跑到彤彤身边，着急的想要叫醒她。医生呢？医生！我着急地拦住了过往的护士，语气恳求：医生，医生呢？你快带医院救救我女儿吧，她才3岁。护士神色也很焦急，真是抱歉，先生，现在伤者太多了，而且都是小孩子，真的太惨了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想起了老婆尹琴，她也是这家医院最有名的外科医生。那尹琴尹医生呢？她在哪里？她是我女儿的妈妈，我要去找她来救救我们的女儿。我说话的声音忍不住颤抖，如果可以，我宁愿用我的命换我女儿的命。尹医生，护士看了眼我的女儿，眼神闪过一丝疑惑。这位先生，刚刚您的女儿跟一个小男孩同时送到这里，尹医生选择救那个小男孩，现在还在抢救室里，恐怕抽不出空，真是搞不懂。明明那个小男孩伤比较轻，尹先生却还是选择救他，真是太奇怪了。护士下意识嘟囔：什么？我脑海里满是不可置信。护士则是又被人叫走了。这时彤彤醒了，他看到我稚嫩的眼神，此刻有些委屈。爸爸，是不是彤彤不乖呀？没有啊，彤彤乖呀，在爸爸心里，彤彤是世界上最乖最乖的小孩。我连忙跑到彤彤病床前哄道，可彤彤眼睛里闪出泪花。爸爸骗人，如果我乖的话，妈妈为什么先救壮壮不救我呀？我都听说护士阿姨问妈妈了，先救谁？妈妈说先救壮壮。我听到女儿的话，心里瞬间掉进冰窖里。苏壮壮是尹琴白月光苏飞宇的儿子，年少时尹琴就爱苏飞宇爱到发了狂，却一直求而不得。后来苏飞宇的老婆死了，尹琴就犹如看到希望，一个星期起码有5天晚上是待在苏飞宇家，照顾他们父子2个起居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解释。就在这时，终于有个医生抽出空来，把我女儿送进抢救室。我在抢救室外等了快2个小时，听着周围小孩家长的悲痛的哭声，我的心里慌乱无比。我不停向老天祈祷，求老天爷一定要保佑我的彤彤平安无事。可就在这时， ICU 门开了，负责抢救我女儿医生颓废地摇摇头，对不起，你女儿受了伤太重了，还是尽早叫她的其他亲人来见见她最后一面。我听到这话，瞬间犹如得到晴天霹雳一样。不可能的，医生，求你继续抢救我女儿，她才3岁，求求你了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只要能救她，你让我付出什么我都愿意呀。医生，我差点要给医生跪下，医生却及时拦住了我。先生，
我真的已经尽力了。你女儿身上的玻璃已经扎中了她的脾脏，真的回天无力了。我们医生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的病人能活着。负责救彤彤的医生叹了口气，太可惜，先生，你女儿要是能够早一点被抢救就好了，哪怕早一点点，她也说不定能够活下去。我听到这里，突然想起护士还有彤彤的话，如果尹琴在彤彤跟苏壮壮同时送到医院时先救我们的女儿，那么她就不会有事了。我内心绝望悲痛，走到彤彤身边，她肚子的玻璃碎片已经被取出，可是却还是一直在流着血，原本粉嘟嘟的脸也变得失血般惨白。彤彤，你醒来呀！我是爸爸。我说话手一直在抖，生怕叫不醒我的女儿。她才3岁啊，原本应该是最可爱、最无忧无虑的年龄，却要受这么大罪，就此死去。彤彤虚弱地睁开眼睛，爸爸，彤彤好痛啊！妈妈救完壮壮了吗？我想妈妈了。好，爸爸马上去找妈妈。我连忙去找护士，可是护士却说苏壮壮的伤势需要一个外地医疗器械救治。尹琴医生已经跟车一起去了。听了护士的话，我当时觉得自己脑海里世界突然天旋地转起来。我颤抖地拿出手机拨打尹琴的电话，电话响了很久，但万幸终于被接通了。那边的尹琴满满都是不耐心。傅秋，有什么事？我听了差点气笑了。有什么事？尹琴，你在哪里啊？你忘记自己的女儿彤彤了吗？傅秋，你能不能别那么无理取闹？壮壮他受伤了，我现在是送他去外地救命的。尹琴声音满是不耐烦，我忍住怒火，视线落到重伤的女儿身上，语气满是哀求。尹琴，彤彤快不行，我们的女儿快不行了，你快回来了吧？医生说，你现回来还能见她最后一面。彤彤快不行了。尹琴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迟疑，可就在这时，尹琴电话那头突然传出苏飞宇的声音：琴琴，我看傅秋这么说，你还是先回去吧，我们父子可以父子撑住了。毕竟傅秋一向不喜欢你跟我们父子2个在一起。尹琴听到苏飞宇这么说，连忙开口：不，飞宇哥，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壮壮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既然壮壮叫我一句干妈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他的。我听到尹琴竟然扔下我们3岁的女儿，对别人的儿子说得如此冠冕堂皇，心中感到特别讽刺。尹琴，彤彤真的快不行了，你快回来看看她吧。难道在你心里，彤彤压根比不上苏壮壮的一根头发吗？我红了眼眶，心痛如刀绞。如果可以，我恨不得现在替彤彤受罪，去死的人是我。电话那头，尹琴声音却十分冰冷：傅秋，你能不能别老是这样？现在壮壮的情况那么危险，我怎么能离开他身边？你不觉得你这个谎言撒得特别没有意思吗？说完这句话，尹琴挂掉了电话。我疯狂地打给他，可得到的回应都是正在通话中。彤彤在病床上，眼里的希冀缓缓发暗。爸爸妈妈不爱我，对不对？妈妈总是这样。爸爸明明我已经很乖很乖了，为什么妈妈还是不喜欢我呀？是因为妈妈喜欢男孩子，不喜欢女孩子吗？彤彤有气无力问。天真的瞳孔里却仿佛就想要知道一个答案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的彤彤解释。尹琴之所以偏爱苏壮壮，不过就因为更爱他的爸爸，而尹琴不喜欢彤彤，最根本原因是不喜欢我而已。我跟尹琴从小一起长大，后来我出国留学，而尹琴在国内上大学时遭遇校园霸凌，那时候是苏飞宇的出现保护了他，从那以后他就疯狂地爱上了他，
就在他好不容易就要打动苏菲雨时，谁也没想到尹琴家里公司出现资金链断裂。他母亲为了能够让他跟我家里联姻，竟然把我们关在了一起。就这样，我跟尹琴有了夫妻之实。而这一幕恰好被苏菲雨目睹。苏菲雨因嫌尹琴不干净而跟他分手，而尹琴伤心欲绝，并彻底恨上了我。虽然那件事情不关我的事情，可我在跟尹琴结婚后，还是因为那件事有些愧疚，才会容忍他对苏菲雨父子的偏爱照顾。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尹琴竟然会那么狠，为了苏菲雨儿子，连自己亲生女儿都能弃之不顾。彤彤看到我哭了，努力抬起小手擦掉我脸上的眼泪。爸爸，你不要哭，妈妈坏，妈妈只爱壮壮。彤彤以后不理他了。爸爸，你别哭，等我长大以后，肯定会给你好多好吃，还有大大的奥特曼玩具给你玩。爸爸妈妈对你不好，彤彤对你好。彤彤奶声奶气地哄我。好，爸爸等着彤彤快快长大。我擦掉泪水，努力不让自己再哭。彤彤看到我不哭了，似乎放下心来。爸爸，我刚刚听到医生伯伯说我要死了，救不了。爸爸，死了是什么意思？死了就不能待在爸爸身边了吗？爸爸，我好怕呀。爸爸，我不要离开你。彤彤稚嫩的眼眸透露对死亡的恐惧。不，爸爸不会离开彤彤，爸爸永远都不离开我的宝贝女儿。我赶紧保证。只是在我话刚说完，在我怀里的女儿突然痛得大叫，手慌乱地动了起来。爸爸，我好痛啊！爸爸，天为什么黑了？爸爸，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见了？爸爸，彤彤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刹那之间就在我怀里咽了气。彤彤，你别吓爸爸。彤彤，我张开嘴，手颤抖放在彤彤的鼻子下面，直到确定了我女儿没有了呼吸，我终于忍不住崩溃地放声大哭。这次幼儿园事故加上我女儿，造成了5死20伤。殡仪馆内，我看着跟我一样失去孩子的家长抱着自己孩子尸体痛哭，我麻木地拿出手机拨打了尹琴的电话，依旧是无人接听。我想让尹琴来送彤彤最后一程，毕竟她是彤彤的妈妈。她不接电话，那么我也只能给她发微信：回来吧，尹琴，彤彤死了，我们的女儿死了。尹琴的微信很快有了回复：傅秋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？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，你甚至都宁愿编造女儿已经死了的谎言吗？你还配不配做一个爸爸？傅秋，我对你真的很失望。我看到尹琴发来的消息，差点被气笑了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有些后悔了。或许我不该喜欢上尹琴，如果我当初能够停留在尹琴竹马的位置上就好了。我回想起尹琴小时候跟个精致粉团子一样，跟在我身后小跟班一样，陪在我身边，那样的日子多么美好。可是自从认识了苏菲雨，一切都回不去了。彤彤死了，葬礼在下周3，随便你来不来。我发出这条消息后，立刻疲惫关上了手机，失去了我唯一的女儿。我感觉生活中的一切都失去了。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将彤彤的骨灰罐抱了出来，递到我手中，说了声节哀。这刻，我终于认清现实，忍不住痛哭。我原本活泼的女儿，她才3岁，她原本是要去上幼儿园的，可是现在却只能变成灰，待在黑漆漆的罐子里。这一刻，我无比后悔。要是我今天不上班，不让我女儿坐校车，那么说不定彤彤就不会死了。彤彤下葬那天，尹琴没有来，我一个人站在女儿的墓碑前，心里对尹琴的爱意也彻底没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尹琴终于风尘仆仆地回来了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尹琴收拾了几件衣服，
壮壮的身体还没有好，我必须去他家照顾他。对了，彤彤呢？他是不是还在医院？彤彤死了。我麻木地坐在沙发，手里抱着有彤彤照片的相框。尹琴皱眉，一下子把衣服扔到地上。傅秋，你有完没有完？你到现在还在撒谎。彤彤只是受伤在医院，你整天说他死的。彤彤要是真出事了，也一定是你咒的。我听到尹琴这么说，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只是笑声听起来越发悲凉。我将记载着特大幼儿园车祸死者的报纸，连同彤彤的死亡证明，扔到尹琴面前。你自己看看，看看上面有没有自己的女儿。尹琴先是捡起了彤彤的死亡证明，当他看到日期时，脸色变得煞白。这不可能！尹琴颤抖捡起报纸，当他看到死者名单里有彤彤的名字，他一下跌坐在地。不会的，彤彤怎么可能会死？傅秋，这不是真的，你骗我！傅秋，彤彤在哪里？你快带我去见他！尹琴跪着恳求我。我开车将他带到墓园，指着彤彤的墓地说：“你不是要找彤彤吗？彤彤在那里，我们的女儿就睡在那里。”不！尹琴无法接受地大喊一声，跑到彤彤的墓碑前，眼眸满是不可置信。他甚至跑到墓碑后面，想要将彤彤的骨灰挖出来。彤彤，我的彤彤，你怎么可能会死？不可能的呀！妈妈之前看你不都是好的吗？尹琴泪流满面，手指甲都翻出了血，依旧没有撼动已经用水泥封住的墓地分毫。彤彤，你别跟妈妈开玩笑啊！彤彤，你快点出来呀！妈妈错了，彤彤。尹琴眼里满是泪水，声音一直在颤抖的。她抱住了彤彤的墓碑，神色满是痛苦。我看到尹琴这样，觉得特别讽刺。我冷冷地拽着她的手，把她从彤彤的墓碑前拽开。尹琴，你有什么脸在彤彤面前说这样？我问你，为什么明明彤彤伤得更重，你为什么要选择救最轻的苏壮壮？就因为他是你白月光苏飞宇的儿子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女儿临死之前还在问我，是不是因为他不乖，所以你才不救他的？尹琴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救我们的女儿？为什么？我愤怒地质问尹琴，难道他苏飞宇的儿子是命，我们女儿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尹琴泣不成声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彤彤会死的，而且苏壮壮从小没有妈妈，他已经够可怜了。他可怜，那彤彤有妈妈跟没妈妈一样，不一定更可怜吗？我听到尹琴这话，只觉得更加讽刺。尹琴红了双眼。傅秋，你不明白，在我大学时曾经遭遇过校园霸凌，那个时候苏飞宇出现，他就像是我的救星。我没有办法，要是壮壮出了事，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飞宇。他人这么好，我已经对不起他很多了。尹琴眼神满是挣扎，我看着彤彤的墓碑，忍不住笑了。那现在彤彤死了，你对得起他了？彤彤，我们离婚吧，我真后悔认识了你，我的心已经彻底死了。不，傅秋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不离婚。尹琴想要抱住我，却被我一把推在地上。傅秋，你怎么能秦秦这样？她可是你的妻子啊！苏飞宇不知道从哪里跑了出来，心疼地把尹琴扶起来。我看到苏飞宇，只感觉可笑。哦，苏飞宇，你还知道尹琴是我妻子？我还以为尹琴整天带你家，是准备给你做续弦，给你儿子苏壮壮做后妈的。傅秋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你侮辱我可以，但是请你侮辱飞宇，他真是个很好的人。尹琴下意识地维护苏飞宇，而一旁的苏飞宇在他背后看他的眼神却满是得意。算了，琴琴，你别怪傅总了，他也都失去彤彤了，
太过伤心了，我不会跟他计较的。副总，这件事情说起来也怪我不好。如果秦秦不是为了照顾我儿子，那么他也不会抽不开身。你要怪就怪我吧。苏飞宇声音温和，可同为男人，他耍什么把戏，我是一清二楚不过了。我听了苏飞宇这话，终于忍不住了，一把推开尹琴，给了这个男小三两拳。别打了，傅秋，你再敢打苏飞宇，我就报警了。尹琴话语里满是对我威胁。报警？我的心仿佛被无数根针扎一样，我红着眼眶看着尹琴。尹琴，你能不能清醒点？这个男人压根不在乎你，这么多年你拿了多少钱给他们父子俩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要是他在乎你，就不会因为当年的事情不娶你。他跟个软饭硬吃的一样，接受你的好处，却还将你贬低到泥里。尹琴，你真的就这么蠢，什么都感觉不出来吗？我看着尹琴，眼里满是绝望。我不明白，就算我为他付出那么多，我跟女儿在尹琴的心里真的都抵不上苏飞宇的在他心里的位置。尹琴听了我的话，瞳孔微闪。苏飞宇虚弱开口：琴琴，你别听傅秋瞎说，我从来没有贬低你。难道你忘记了当年在学校你在被人欺负时，是谁保护了你？尹琴一听到我这么说，眼神立刻坚定起来。傅秋，你真让我失望。飞宇哥不是这种人，是我对不起他，那些钱也是我自愿给他的。我看着这样的尹琴，突然感觉在这段三角恋中，只有我才是彻头彻尾的小丑。好，你自愿养这对父子，我可没有当冤大头的习惯。离婚吧！我再次重复。傅秋，你真的那么绝情，要跟我离婚？当初如果不是你，我跟飞宇哥说不定不会是这样的结局，这是你欠我们的。我冷冷一笑。尹琴，我以前都没有发现你这么不要脸，下药的不是我，而是你的好妈妈。尹琴，你不敢恨你的妈妈，反而还恨上我来了。说起来，如果不是你妈妈无耻的下药，我就不会跟你结婚。如果不跟你结婚，那么彤彤也不会死得那么惨。你们尹家占尽一切好处，竟然还怪到我头上了。我眼里满是对尹琴的讽刺。尹琴开口，似乎想要对我说什么，可我不耐烦地转身离开。我原本以为尹琴那么想要跟苏飞宇在一起，好不容易我提离婚，他应该很快就会答应。没有想到律师却传来消息说，尹琴并不同意离婚。我知道尹琴一定以为我还会像从前一样主动低头去哄她，只是尹琴不知道，我们的女儿死了，也带走了我对她遍体鳞伤的爱。起诉尹琴离婚后，我便选择断了跟尹氏的合作，并撤出了资金。这么多年，尹氏没有我在背后扶持，早就垮台了。可是我所有付出，在尹琴眼里都成了活该的。晚上，我接到尹琴打来电话，电话里她的声音满是对我冰冷的恨意。傅秋，你总是这样，你以为你有钱了不起吗？你以为撤出我家的公司投资就可以让我向你低头吗？不可能的。我看着彤彤的笑颜，内心满是苦涩麻木。不用，我不要你低头。尹琴，我只要你跟我离婚就好了。这话一出，尹琴那边的电话突然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过了好久，尹琴才开口：傅秋，你能不能别总用离婚来威胁我？我知道彤彤死了你很伤心，可是我也很难过。这样吧，我保证下次我不跟飞宇哥多见面了，好不好？不用，他是个好人，你想怎么跟他见面就怎么见。我跟你婚姻也彻底结束了，彤彤死之前都没有等到你回来，我不想再浪费时间等你了。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。我将这么多年尹琴住在苏壮壮家里的时间
还有委托侦探拍到他们暧昧的照片，全部拍了下来。法院的起诉判决很快出了结果，同意离婚。而尹琴作为过错方，无权上诉。过了10几天，校车上的行车记录被警察用特殊手段修复。我跟其他家长被叫到警察局，可出来的结果却惊呆了众人。行车记录里，原本车辆是在平稳前行的，没有想到苏飞宇的儿子苏壮壮拿着一把玩具剑在车上到处跑。老师说了好几次让他坐好，他都不听。司机呵斥了他几句，让他不要跑来跑去。无奈又叫老师只能把他抱在座位上坐好。可谁也没有想到，在车辆行驶到路口时，苏壮壮突然跳下座位，拿起宝剑重重地打在司机的手腕上，口里还喊着：“让你敢骂我！我爸爸说你就是一个臭开车的，你还敢骂我？我让我爸爸打死你！”司机手被打痛，又听到苏壮壮的话，稍稍一分心，就是这一分心，导致惨剧发生。我在视频里看到我的女儿在校车翻了以后，还在不停喊着：“爸爸，爸爸，快来救救我！”警察局里哀嚎一片，特别那些死了孩子的家长，更是彻底恨上了苏壮壮。那个苏壮壮的孩子，明明这个熊孩子害了我们那么多孩子，他凭什么活得好好的？我的儿子，他也才5岁，出门的时候还说要乖乖的，回来给我看老师给的小红花呀。可是他怎么去了呀？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崩溃地在警察局痛哭，她的丈夫在一旁扶着她，一个挺大的爷们，眼泪也是忍不住直流。是啊，不能这么轻易放过那个孩子，还有他的父亲。我家孩子还在重症监护室没醒啊！我家孩子那么小，被校车自燃的火烧伤了，可是要植皮呀！警察同志，你可不能放过这一家人。那些家长群情激烈，恨不得把苏壮壮跟苏飞宇活吞了，而我则是无比后悔，当初根本就不应该听尹琴的话，让苏壮壮跟我家彤彤上同一家幼儿园。真相大白后，那些家长直接闹到苏家，直接砸了他们家，把苏飞宇打了一顿。尹琴也因为护着苏壮壮被打成了手部骨折，而我则是找律师联合其他家长一起对苏飞宇跟苏壮壮赔偿。就算苏壮壮这个熊孩子还是未成年，法律并不能怎么样，我也要让他们这对父子这辈子被人踩到泥里，永远没有翻身之地。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尹琴竟然为了苏飞宇来求我帮忙。办公室内，尹琴咬着唇，满是屈辱。傅秋，我求求你，帮帮飞宇好不好？那些家长狮子大开口，竟然要向他索赔9000万，飞宇怎么可能赔得起？再说了，壮壮还小，他又不是故意的，就算赔偿，也不该这么多呀。我坐在落地窗的老板椅上，看着眼前为苏飞宇父子不平的苏飞宇，冷笑道：“尹琴，在你看来，你觉得9000万重要，还是我们彤彤重要？当然是我们彤彤重要。”尹琴毫不犹豫地开口，可是他很快就怔住了。我就这么静静看着他，尹琴突然泪如雨下。尹琴，你的孩子是孩子，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吗？苏飞宇没有教好自己的儿子，害了那么多无辜的孩子家庭，这是他应该受到的惩罚。尹琴，难道对苏飞宇的爱足可以让你黑白不分了吗？你知道吗？只要彤彤可以回来，别说9000万了，就算要让我这个做爸爸的倾家荡产，我都愿意。可是你呢？如果不是苏壮壮在车上捣乱，那么我们的彤彤不会死。彤彤那么乖，跟你小的时候长得那么像，你真的狠心，还要保护害死他的人吗？你要是现在承认你是彤彤的妈妈，那么现在你就应该站在原告席上，
让那父子两个付出代价。我眼里满是对尹琴的失望。对不起，我对不起彤彤，是不是的个好妈妈？可是傅秋，当初如果不是飞宇，我恐怕早就死了。尹琴哭着道：“所以我不能什么？”我内心满是冷意。尹琴，你难道忘记了，苏飞宇是因为收了你母亲的100万才离开你的？不是这样，飞宇哥他告诉我，他是因为他家里困难才收的，而且也是我对不起他。我听到尹琴这样，突然有种愚蠢的人注定要一条道走到黑，怎么拉也拉不回来。我很累，在爱尹琴的这些岁月里，我已经遍体鳞伤，我失去了我唯一的女儿，已经没有力气再去爱尹琴了。许是我的眼神太过绝望，尹琴跟我视线对上，却也只能擦掉眼泪。对不起。尹琴说完这句，毫不犹豫转身离去。我看着尹琴背影，突然想起小时候，我不小心打碎了爸爸的花瓶，被罚不能吃饭。那时胖嘟嘟的小尹琴搬条小凳子，爬窗进来给我送点心。可在不知不觉中，我记忆最温暖的存在，却在时间流转下变得这么令人厌恶。最终，尹琴为了帮苏飞宇父子还债，变卖自己手头上所有的财产，全部赔给了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长。而当我收到尹琴的赔偿款时，心头对尹琴的恨意不断滋生。我不明白，尹琴为何要对我们的女儿如此无情而又残忍。到了下午，我习惯性想去彤彤最喜欢的冰淇淋店，买一个草莓冰淇淋带回去，却正好看见尹琴跟苏飞宇一起牵着苏壮壮的手。苏飞宇看见我，下意识揽住了尹琴的腰。傅总啊，你也来买冰淇淋啊？是的，女儿喜欢。我看着尹琴闪躲的眼神，突然觉得可笑。以前彤彤撒娇求了好几次，让尹琴这个妈妈给她带冰淇淋，可得她都说工作忙没有空。现在换到苏壮壮头上，却有空了。苏壮壮则是朝我做了个鬼脸，略，坏叔叔，现在干妈是我爸爸老婆了，不是你的，你不要想拆散他们了。苏飞宇装模作样的呵斥了自己儿子一句，随后拿出请柬，我跟琴琴已经领证了，至于婚礼，还有1个月就要举办了，到时候傅总有空的话，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见证我们的幸福。好，我淡淡的接过请柬，看着上面尹琴跟苏飞宇2个人的名字。尹琴想跟我说几句话，却被苏壮壮给拉走了。幸福，我暗暗地念叨这2个字，真是可笑。苏飞宇跟尹琴以为踩着我女儿的命就可以得到幸福了吗？简直是在做梦。临近苏飞宇跟尹琴婚礼时，我把尹琴约在我们以前带着彤彤来的披萨店里，不过也才几天不见，尹琴看起来似乎憔悴不少。苏壮壮的事情已经闹上了网络，根本没有任何学校敢要他，而尹琴则因为维护苏飞宇父子，也被舆论缠身，被医院开除了。苏壮壮可是不好伺候的，以前他对尹琴好，是因为尹琴有钱，可以买他很多他喜欢的东西。可是现在尹琴没有钱了，只能做个家庭主妇。他被苏飞宇惯的小霸王性格瞬间爆发，而苏飞宇更是在尹琴做家庭主妇后越加瞧不起他。只要尹琴敢对苏壮壮凶一句，就是一顿打。而尹琴被苏飞宇打得爬不起来的时候，他曾经最疼爱的苏壮壮则是在一旁拍手叫好，说他活该，穷鬼。傅秋，你找我来有什么事情？多日的折磨让尹琴毫无光亮。我将一份文件递给尹琴，想知道你当年在学校为什么突然会受到霸凌吗？打开看看就知道了，打开了你就会知道真相。真相。尹琴赶紧打开了文件，
可看了里面的文件，他眼神变得特别不可置信。不可能的，苏飞宇怎么可能会这么做？明明是他救了你是吗？我冷笑。尹琴，我都不知道你说单纯还是蠢。自从看了校车的行车记录仪，我对当初你说的话产生质疑。就苏飞宇这样的教养跟人品，可不像是会做出助人为乐的人。我找了当初霸凌你那几个人，查出了当年苏飞宇跟他们聊天记录，还有视频。他们都说是当年苏飞宇为了看上你，可是他家里平平，你又是娇贵小姐，家境悬殊。苏飞宇为了得到了你，所以专门出钱找他们来霸凌你。等你受尽了折磨，苏飞宇再当救星，这不可能的，这怎么可能？尹琴拼命摇头，仿佛受了极为大的刺激。不可能，证据摆在上面，你难道还不信？尹琴，你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，你提前遭受校园霸凌时，是不是每次都会遇到苏飞宇？他怎么会来得这么及时？那是他们约好了，给你几巴掌，再由苏飞宇当好人给你糖吃。尹琴打开我其中一个拿来当证据的手机，默默翻着苏飞宇曾经跟那些霸凌他的人聊天记录。有一个女的问苏飞宇，这么欺负尹琴，就不怕被尹琴发现吗？苏飞宇却发了得意的表情，放心吧，这种温室里的花朵就是好骗，你们好好霸凌他，很快他就成为我身边最听话的狗了。到时候等我得到了尹琴这个蠢女人，好处少不了你们几个的。尹琴翻到这里，手微微颤抖。我讽刺勾唇，尹琴，我有时候觉得你挺可怜的，就为这样垃圾的人害死我们的女儿。明明彤彤那么爱你，可是你呢，竟然这么愚蠢，为了苏壮壮这么个白眼狼，害死了我们乖巧听话的女儿。不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尹琴拿着文件落荒而逃，我看着他背影，只觉得心情已经毫无波澜。后来，尹琴跟苏飞宇的婚礼并没有如期举行，因为知道真相后，尹琴背着苏飞宇把苏壮壮带到公园里，然后发短信叫来苏飞宇，当着他的面撞死了苏壮壮。苏飞宇亲眼看着自己儿子在车轮下惨死，他自然是快要疯了。他发疯的去砸尹琴的车，却被已经知道真相的尹琴下车后，一刀就接着一刀穿心而死。为什么骗我？苏飞宇，你把我一生都毁了，你害我失去了女儿，我也要你尝尝失去儿子的痛苦。尹琴杀完人以后，就开车逃离。再见尹琴是在几个月后，彤彤的忌日。我看到他站在彤彤的墓地前，衣着破烂不堪，可彤彤的墓碑前摆着都是他爱吃的东西。我走到他身边，彤彤都死了，你再搞这出有什么用？尹琴泪流满面，对不起彤彤，是妈妈错了。彤彤是世界上最听话的小孩，是妈妈蠢，被一个人渣骗了这么久，还害死了你。妈妈是爱你的，只是妈妈以前太蠢了。我听到尹琴的忏悔，只觉得讽刺。女儿都死了，她再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正当我不打算再听下去，准备转身离开时，尹琴突然叫住了我。傅秋，我可以最后再抱你一次。我已经打电话通知了警察，他们马上要来了。一旦进去，我可能没有机会再看见你了。傅秋，你知道吗？自从跟你离婚后，我才知道我早就爱上你，只是我一直困在自己执念里，搞不清楚自己的心。求求你，可不可以原谅我？尹琴红着眼圈，哀求地看着我。不可以，我冷冷地拒绝了尹琴。我已经不爱你了，尹琴，我太累了。从彤彤死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了我们的结束，这也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尹琴闻言，神情越发痛苦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对不起你。
害了我的女儿。警察来得很快，当尹琴戴上手铐跟我擦肩而过时，他突然慌张，回头不停叫着我的名字，可我却蹲在彤彤的墓碑前，再未回头。尹琴不知道，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彤彤，他迟来的爱只会让我们感到恶心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